身體自由就是你有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假設你現在財務自由了，你沒有一個好的身體，你是沒有辦法去實踐財務自由的選項。台灣現在平均一個人一生當中大概有7年的時間是失能的，有機會避免這種身體的失能嗎？投資最好的時間是10年前，不然就現在啊。訓練也是，我現在目前年紀最大的學生91歲，哇，不管你幾歲都可以開始訓練。講到酸痛的問題哦，哪裡酸就按哪裡，是不是不對的？像之前在帶林書豪的時候，他不想要運動表現，他只希望他的腰不要再那麼痛。我後來發現他是下肢出了問題，因為他下半身不会发力，導致他腰的代償。对抗肌少症最有效的動作是什麼？動起來或站起來，最好的姿勢就是。您現在看到的是精華版，如果要看到完整版的話，請加入我們的官方 LINE。嗨，大家好，我是宋晏仁宋醫師，歡迎您來到初日會客室。今天我們要請來的呢是一個曾經幫助林書豪擺脫他的疼痛的一個特殊的教練。今天要為您請到的就是 Jimmy 教練。我是 Jimmy Fit 的創辦人 Jimmy， 原本是當工程師，後來我就轉職當健身教練。那在當教練過程當中，後來也擔任了講師，我也被稱之為教練，也就是教官的意思。其實我在診間其實碰到很多人，其實過了30-40歲就開始覺得腰痠背痛會覺得年紀到了就好像有點退化了。你怎麼看待這種身體的退化現象？身體的退化現象，我會認為是大家的身體使用習慣。步入職場之後，你為了生活，為了工作，為了想要升遷，你可能會犧牲掉非常多的自己個人的時間。你可能一天要坐着8小時到10小時，久而久之，你的生活形態就蠻大幅度的改變。很多人屁股不会發力，因為他長期坐着，變成囤積失憶症。那教練的工作就是，讓你在做動作的時候，我幫你擺到正確的姿勢，然後告訴你應該怎麼去發力，怎麼去誘發，你就會比較容易喚醒你屁股的發力、臀大肌的發力。人體就像機器一樣，它是 organic， 它會自動更新、自動 update。但是如果你一台機器太久沒有去啟動，你會發現它開始慢慢生鏽，然後慢慢的老化。可是你要是持續不斷的在用，它会越來越新，越來越好用。台灣現在平均大概一個人一生當中大概有7年的時間是失能的。所以您的角度來看是說，有機會避免這種到了70-80歲的身體的失能嗎？我認為這是有機會的。其實，在芬蘭他們就有這樣子的研究機構，就是讓年長者他們透過訓練、透過運動，慢慢的讓他身體活動起來。我現在目前年紀最大的學生91歲，哇！不管你幾歲都可以開始訓練。那只是你訓練的上限會有一個限制。哇 ，OK， 很多人在50-60歲的時候，其實很擔心自己是肌少症。那對於這樣的人來講，你說叫他去訓練，來得及嗎？肌少症它確實就是需要訓練。他不會一訓練就受傷，他一訓練就會進步。比如說，我的學生他就請他爸爸來，爸爸今年75歲，他上了3次課，他就覺得他走路變得輕鬆，呼吸變得順暢，做動作都比較靈活。不見得大家認為的訓練就是我重量一直加上去，我們是先從熱身動作啦，從評估開始，那教你找回正常的生理機能。我會從你需要的身體的功能做功能性訓練，然後看你目前缺的是什麼。OK， 講到酸痛的問題哦，哪裡酸就按哪裡，是不是不對的？通常你會痛的地方，他是提出問題的人，那我們直接去按它，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你的根本沒有解決。比如說我腰痛，你直接去按腰，但是你腰痛它只是腰過度代償。因為你的髖不會發力，你的肩膀不會發力，胸椎活動度不夠，以至於你需要用腰去代償，而不是說你要把它按鬆了就沒事，因為按鬆之後它張力越來越差，你下次再來它可能就受傷就會越來越嚴重。像之前在帶林書豪的時候，他就跟我講他的最主要需求，他什麼都不管，他不想要體態好看，他不想要運動表現，他只希望他的腰不要再那麼痛，他大概2天會需要去按摩1次。然後去舒緩他疼痛的不舒服。我後來發現他是下肢出了問題。很多人會覺得說，我腰痛我就練腰，我就練核心，練上半身。那時候我是先處理他的腰，因為他下半身不會發力，然後導致他腰的代償。所以我後來帶他的訓練裡面，就教他怎麼用下肢的動力鏈，怎麼正確的發力，把臀部大腿後側這些動力鏈連接起來，然後甚至連接到他的下背，然後連接到他的背肌，那該會發力的肌群去發力，那他的動作就越來越順，越來越好。
這樣我就越更了解了為什麼需要教練了。教練不見得是很厲害的運動員，但是教練知道怎麼樣運用肌肉。对，然後知道你的身體需要什麼，幫助你進步。但按摩實際上，我以前常常有這種感覺，就是說，我這邊一定是堆了什麼東西，然後他就會講說啊，你這邊有筋結，我幫你揉散。我其實覺得痛不得了，就是那個疼痛是更嚴重的。通常你的肌肉會緊繃或筋膜會緊繃，大家會講那個氣結，你覺得筋很緊，通常就是你的筋膜太緊，然後它已經形成了所謂的 trigger point，它已經變成比較堅固的方式，變成纖維的纖維化，然後讓你去，讓你這邊不要動太多，然後你就會覺得緊。如果那是不應該有的東西，你把它按開放鬆開來，其實還 OK， 因為它會恢復彈性。但是如果你沒有改善你的根本，比如說你一直是圓肩頭背，然後整天坐在電腦前面，那長期下來它就會越來越緊繃。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你把它按開，或是硬去把它按開，就不太好。可不可以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常常坐在辦公桌很久，我要打病歷，在看別人的時候，一方面要聽他講話，一方面又要開始轉過來，就在這個動作上面僵持了很久。通常我會以你的 case 我會建議你大概看完2個病人之後，你就起來動一動。最好的姿勢就是下一個動作，讓你的肩膀，讓你的身體重新再 refresh 一下。OK，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金句挺好的。最好的動作就是下一個動作。對，所以不要僵在同一個動作太久啊。您剛剛講的代償這個概念，膝蓋痛、脖子痛，通常代償的情況會怎麼發生？如果以膝蓋痛的話，通常就是你不會用髖發力。其實正常你要蹲下去站起來，大部分我都會建議用臀部去剎車，臀部跟大腿後側去剎車。但是很多人你叫他蹲，一蹲就是膝蓋先往前。那所有的壓力張力都在股四頭肌上，他沒有用到髖。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的膝關節壓力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不舒服。比較好的改善方式就是多增加髖鉸鏈的動作，就是做深蹲或者坐下去再站起來。脖子的方面或是肩頸痠痛的部分，是你的壓力太大，或者是你不會呼吸。很多人不知道怎麼正確的呼吸。你的胸腔跟腹腔是不是能夠等比例的擴張，做360度的全呼吸，這個蠻重要的。我自己在教學上遇到很多，他都說我核心沒力啦，我背沒力啦。其實到後來我一評估，大部分都是不會呼吸，然後很容易肋骨外翻。所以當你在呼吸的時候，你的空氣交換量過小的情況之下，變成我喘不過氣，然後我想要吸更多氣，我吸不進來嘛，我要吸更多氣就是用脖子呼吸去代償，因為我們一天大概會呼吸15000次到2萬次。那你15000次到2萬次用錯誤的方式去代償，當然脖子就越來越緊。那對於一個上班族來講，好了，他怎麼樣在他很忙碌的生活、這個工作的情境之下，還要記得我要正確呼吸呢？我認為叫他記得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會建議大家在每天晚上可以躺下來去調整一下你呼吸的方式，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肚子上，好好去感受你吸气的時候，你能不能讓你的手跟肚子同時撐起來？那你盡量去 cue 自己，讓他吸氣，胸口跟肚子會一起凸起來，然後你吐氣的時候能夠讓胸口跟肚子一起凹下去，然後想象你的肋骨能夠去靠近你的骨盆。我認為這樣的呼吸方式，你洗澡前你深呼吸個10次到15次，它會有助於你在你的呼吸上面會有更有幫助。我有意識的呼吸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我這邊會在抽筋呢，因為它忽然被撐開了。所以肋骨外翻是一個無效的呼吸，搞了半天我是一個不會用臀肌跟不會用呼吸機的人。那我們常常講到說，肌肉之所以會開始退化，是因為我們忘記怎麼去召喚它，怎麼喚醒它，怎麼去徵召這個肌肉。我其實聽到好幾個教練用徵召這個名詞，就是徵召肌肉。就我們怎麼樣從工程的角度來讓我們比較了解說，其實訓練就是一個徵召，讓它變得連接更穩定，而可以達到預防肌少症，甚至於等於是一個純老本的概念啊。好 ，OK， 我先講一下肌肉徵召的概念是什麼。平常你做任何動作是用已經建立起連結的那些肌肉在做動作，但是今天你要拿20公斤的，就是平常比較不會叫他出來處理的，所以你透過1次2次叫他出來之後，他慢慢的那個神經連結那個通路就會越連越順。大家常常說的，我不怕會1萬招的人，我只怕會這一招練過1萬次的人。訓練1萬次，到底練到的是哪個肌肉？
訓練1萬次是訓練你的神經連結。我連結的越多次之後，我需要的能量就越少，我要徵召給它的能量就越少。那可能我可以同時徵召更多肌纖維，因為肌肉不是只有一條，它有成千上萬個肌束。下次我練熟悉之後，我釋放一個訊號，我可能可以徵召3條，可以徵召5條。所以你練1萬次之後，你可以徵召的肌肉纖維可以越來越多。对。我們其實好像有聽到講說快肌、慢肌、快縮肌跟慢縮肌，對。那我們現在在訓練這1萬次，其實訓練的是快縮肌。快縮肌。但是如果我們做的動作是慢的，還是訓練的是快肌。它其實快跟慢不是用動作的快慢去區分，只是它收縮的速度可以快或是可以慢。那力量的大小是？力量大小是快縮肌，快縮肌比較大，对不对？对。所以我們在重訓的時候，其實在力量增大的過程當中，應該是快縮肌的增加。比如說我現在要把胸部練大，我應該是要把我的白肌要練大嘛。对，沒錯。就是紅肌，它基本上就好像這個長跑的人大概都是紅肌，那個肌肉是不會太大塊的。是。甚至我以前聽過有人這樣的說，越跑肌肉越小塊，這種說法對不對？這種說法是，如果你要馬拉松，你的跑量過大，你的身體內部的自由基會過多，所以它比較不利於肌肉的合成跟生長。但是我認為一般人可以不需要去 care 這件事情。一般你要跑量要到能夠消耗掉你的肌肉，影響到肌肉合成跟生長，那跑量要非常大。OK， 剛剛提到說我每天在做深蹲嘛，等一下想請你教我一下，看怎麼樣做動作。好，沒問題。Okay。那宋醫師，你平常是怎麼蹲的？你可以蹲個5下，我看一下。OK， 我就假裝我邊洗頭邊動作。好，我就這樣洗頭，我就這樣蹲下去，水沖一沖，我就再站起來。平常做到30下到40下之間。好，我覺得腳有點酸了，我大概就會停下來。OK， 你已經可以蹲到50下，代表它的訓練強度跟刺激已經不足以讓你再繼續進步了。我先示範一次給你看，那你待會跟着我這樣做。腳併攏站好之後，我把左腳先往後踩半步，那只有大拇指碰到地板上，這樣身體挺正，微微往前傾，那膝蓋微彎。下去的時候吸氣是屁股往後推，你先看我做一招，下去的時候吸氣下，屁股慢慢往後推，讓你的左手去摸你的右腳腳尖，這樣，然後再起來。你要做的事情是髖關節區，屁股先往後推，屁股先往後，膝蓋先不要彎，屁股先往後，膝蓋微彎，然後屁股先往後。你去想辦法把臀部這邊繃得越來越緊越好。好，再屁股再往後，再慢慢下，這樣膝蓋微彎，膝蓋再順勢的彎，然後再蹲下去。這時候應該覺得這邊繃比較多一點，很多了，很多了。好，然後再可以慢慢，這時候膝蓋可以順勢的蹲再下去，蹲下去之後，好，腳跟往下踩，出力把地板往下踢，然後人站起來。對，右腳腳跟往下踩，把身體帶起來，用腳跟出力把地板往下踩，讓身體帶起來。這個時候你應該會感覺到臀部這邊發力會比較多一些。OK，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動作是蹲下去嘛？那對，我們蹲下去的時候，吸氣下之後，你可以在家裡的話，你可以蹲下去之後站起來，變單腳抬起來，往下蹲，然後起來的時候腳跟往下踩，把身體帶起來，可以左腳抬高，這是反向的弓箭步。那如果在家裡的話，可以考慮有個椅子可以稍微扶一下，會比較穩。蹲下去，然後再帶起來。那這個方式其實會比深蹲再更有效率一些。這個動作其實可以讓你的左右腳的臀大肌、大腿後側誘發的比較多，然後身體平衡能力會更好。好，我們最後來把我們這個視野稍微拉高一點啊。其實有很多老人家有另外一個東西限制了他，就是他就算有了財富，他沒有健康的身體來用這個財富。怎麼樣讓一個人可以真正的得到不只是財富的自由，還能夠得到身體的自由，真正變成一個快樂的人？我會認為身體的財務自由、身體自由就是你有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像我之前看過一個健身的廣告，他就一個阿公，他一直在練哑鈴舉上來，我心裡就想啊，你要練肩膀，你應該是做肩推啊，怎麼會去舉這個動作呢？畫面一轉，變成一棵聖誕樹，然後他抱他的孫子，把星星掛上去，我就覺得。哇，對啊，這就是運動的真諦。你透過訓練是讓你身體改善你生活品質，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假設你現在財務自由了，你沒有一個好的身體，你沒有身體自由，你是沒有辦法去實踐財務自由的選項。說得好，好，今天真是非常謝謝你來，我們馬上要進入一個快問快答的環節。早上起床腰很僵硬，可以拉筋嗎？
不建議，你應該先輕鬆的活動之後再去做伸展。肩頸痠痛去按摩是不是越痛越有效？不是，越痛越容易造成傷害。膝蓋不舒服應該先練哪裡？膝蓋不舒服應該先練臀部。好，深蹲的時候，膝蓋到底可不可以超過腳尖？可以超過腳尖，不超過腳尖你很難平衡，甚至造成你膝蓋或腰椎的壓力會過大。棒式如果超過3分鐘，是代表核心很強嗎？代表你棒式可以做超過3分鐘。核心是抗屈曲、抗伸直、抗旋轉，棒式做久，它不見得是表示你核心很好。運動後隔天全身痠痛，是不是代表練得很好？代表你訓練到那些肌肉有超過它能夠承受的量，但我個人不建議到那麼痠痛。每天走了1萬步，還需要重訓嗎？走1萬步是讓你的心血管健康，那重訓是讓你身體機能健康。你想要抱孫子，你想要出去玩，你想要爬山，都需要。工作常常需要搬重物的勞工，算不算已經在重訓了？他們是勞動，但是他跟一般的重訓會不太一樣。他可能用的地方是全身都去處理，然後但是他只練到那些地方。為什麼中年之後更需要投資肌肉訓練或者肌力的訓練？投資最好的時間是10年前，不然就現在啊。訓練也是，所以不要以後再投資。對 ，OK。对抗肌少症最有效的動作是什麼？動起來，或站起來。对，請告訴我們的觀眾，你的線上課程的核心理念是什麼？是透過訓練告訴大家你該怎麼動，怎麼樣動得正確。在線上課程裡面，我會解釋所有動作的原理跟哲學，然後告訴你為什麼要這樣練，讓你的身體越練越好，越練越健康。好，期待這個課程，希望有機會投資我自己去上你的課程。好的，沒問題。謝謝你。好，謝謝宋醫師。這麼多觀念。謝謝。